我的演讲题目是讲故事的人。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90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1岁零4个月的外孙女。您现在看到的这个人名字叫做莫言，中国官方承认的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其实在莫言之前有另外一位中国作家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名字叫高行健。但是高行健由于自行脱党，然后写的那些文章好像对中国也不太友好所以中国政府从来不承认。但是不承认也没办法，诺贝尔奖也就给了高行健嘛。所以我们过去基本的态度就是不提及高行健曾经获得诺贝尔奖这件事情，也不承认他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件事情挺有意思的事实上，在这个文学奖之外，还有2位中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更早的一位是达赖喇嘛，大家都知道，他曾经也获得了诺贝尔的和平奖。后来呢，刘晓波在中国监狱里头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2个奖，中国政府就更尴尬了，是吧？当时中国政府不但这个不高兴，相反还搞新闻发布会怼这个诺贝尔奖。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今天表示，诺贝尔委员会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完全违背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诺贝尔委员会把和平奖授予一个正在服刑的罪犯，是对中国司法制度的不尊重。如果有人想用这种方式企图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那显然是打错了算盘。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莫言在获诺贝尔奖之前虽然有3个中国人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这3个奖对中国政府来说都非常尴尬，没有感觉到一点荣誉到了莫言这个地方，那中国政府呢确确实实非常开心，所以当时就说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荣誉不仅仅是莫言一个人的。所以当时新华社、人民日报都给他发贺电所以你也可以知道，莫言在中国政府眼中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您现在看的这个照片呢，是2016年莫言参加两会的时候被拍摄的一张照片。他的旁边呢是导演陈凯歌陈凯歌旁边全是记者当时记者在问陈凯歌话，陈凯歌眉飞色舞在配合但是旁边的莫言呢紧锁眉头，一言不发。这张照片被拍摄出来传到网上之后大家有很多解读，很多人都认为是陈凯歌这个人呢是媚俗，当一个政协委员嘛，是吧？看到这些记者的时候就是那种谄媚的表情。但是莫言呢，正如他的这个名字一样，一言不发表示了对这种陈凯歌的鄙视当然了，一瞬间的表情未见得能说明一个人真实的内心但是你就知道莫言实际上在中国两会期间这种表现，中国政府呢也对他好像也特别优待，因为毕竟是中国第一个承认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嘛。但是最近莫言好像遇到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不管这件事是怎么样总要有人去做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让就是这些作家没有良心的作家文人，对不对，来损害我们的英雄先烈。如果我们让他们为所欲为的话，我们如何对得起他们？有一个网民叫毛星火这个人是一个小透明咱们回头再仔细讲他他最近呢要到法院起诉这个莫言，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莫言他在文学作品上他好像是侮辱英烈了，同时呢他平时的一些言论呢也涉嫌侮辱英烈，他要代表15亿中国人民到法院去起诉莫言，要求莫言赔偿15亿人民币给15亿中国人民每个人赔1块钱。那你想想，这标的很大，就立刻引起了网上很多人的关注那么他为了起诉莫言呢，他网上他一共列了28条罪状。这28条罪状里面呢，就讲到莫言的文学作品里头，比如说他的《红高粱家族》里就讲到说这个美化侵略者，说那日本鬼子这个好像还眉清目秀的，那这侵略者怎么能眉清目秀呢？
是吧？还有这个八路军呢，说八路军当时躲在那个地里头，随便往天上放枪，也不去抗日。我说你看，这不就是侮辱革命英烈吗？那革命英烈是什么？肯定是跟日本鬼子浴血战斗啊！怎么可能躲到高山地里头一枪不发呢？是吧？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一段视频，就是20多年前有一次和一帮作家到井冈山去，就是重新这个凭吊着当年的革命先烈在那如何战斗的。记得有一天早上，我们去参观毛主席曾经住过的地方，进了那间房，那个房子里面有放了一张床，然后呢，看完了之后出来，其中有一位作家，当时就给我说了一句话，恶狠狠地说了一句话，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口气是恶狠狠的。他说：“我恨不得在床上撒泼尿。”当然，这位作家，这位著名作家，曾经在他的小说里用那泼尿酿出了高粱酒。那你想想，这个王斌啊，是张艺谋的当年的御用的编辑，他旁边的这个作家是谁？再加上后面这个又讲到红高粱，所以大家一想，这肯定是莫言嘛，是吧？所以呢，这毛新火就把这段话也都列到上去了，说你看这污蔑毛泽东啊，污蔑伟大领袖啊，要在伟大领袖床上撒尿，你想想，这罪不容赦吗？是不是？老毛虽然不是烈士啊，也没有死在战场上，不是被人一枪打死的，虽然是晚年纵欲过度啊，得了这个帕金森症啊死的，但是在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里头，这老毛是属于伟大领袖，伟大领袖是高于一般革命英烈的。你比如说董存瑞、黄继光，过2天有可能就不是英烈了，但是老毛那是领袖，只要共产党不倒，那肯定是要受到特别保护。你想要在老毛床上撒尿，那这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毛新火呢就要起诉他。他这一起诉啊，网上好像支持的人还挺多，所以最近呢，在国内的网上就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潮啊。不得不说，洋人还是挺聪明的。他们一看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过你的时候，他们会从这个大家庭里找出来一个没骨气的孙子，然后给你块糖，教这孙子去骂爷爷。可当爷爷的也难办，打吧毕竟是亲孙子，不打吧怕他吃糖吃上瘾。更可怕的是，如果还有其他孙子一看骂爷爷就有糖吃，都有样学样的去骂爷爷，那这个家可就完了。如果莫言真的违法了，难道真不能起诉？难道他有免起诉的金牌吗？王子犯法尚且还与民同罪呢，起诉莫言不可能有我们所希望的结果，但我们还是要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因为美好的社会是我们人民自己创造的，历史不容扭曲，革命先烈不容抹黑。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啊，胡锡进呢就觉得实在是这个无法忍受啊，就说毛新火这种人呢，其实就是利用民粹主义进行炒作，不管他起诉成不成，他都赚了。他说利用这种民粹主义炒作啊，此风不可长。当然，胡锡进呢，大家都知道，最近网上的公知都被消灭的差不多了啊，所以胡锡进已经变成了公知的代言人了啊。所以很多人对胡锡进现在也是咬牙切齿，准备把他也干掉。这毛新火马上就宣布把胡锡进也给起诉了啊。那么后来支持毛新火的这批人呢，有2波，我看了一下，一波呢，一个叫什么，这杨和平，漠然是一个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的人啊，这是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必要条件。丰乳肥臀，这本书我扫了扫，我就发现他这书里边怎么写啊？是这个抗日的时候，共产党的游击队比日本鬼子还坏。这杨和平是什么来头呢？他父母早年啊，是当年看到了斯诺那本《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啊，跑到中国来的美国人，他就出生在中国，建国之后呢，分到北京的一个木材厂当工人啊。后来呢，60、70年代跑回到美国去，然后读完书之后，在美国社会无法适应，因为他已经被老毛这套洗脑了嘛，所以后来又回到了国内，就在对外经贸大学当一个老师啊。这个人的思想非常左，他认为老毛搞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后来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啊，这都是瞎搞，没有继续搞无产阶级专政嘛，所以他支持毛新火，他认为莫言就是仇视新中国的这种伟大的建设。另外我看有一些人就支持毛新火的，就说我们批评的是他的作品，还有一些关于他的态度。可是不光是胡锡进，现在互联网上所有在替莫言说话的人们，他们讨论的层面基本都是像老胡那样，
他们根本不聊莫言作品当中的细节，他们上来就是扣帽子，加上挥舞着大棒，这到底是谁急了呢？你们为什么不提莫言的作品呢？说句心里话，我看完之后我也有这个感受，就是他们不敢在细节上跟这个毛星火掰扯，这些话啊，到底莫言他背后讲的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今天这期节目就真的要回答，就是支持毛星火的这批人，问莫言这些话啊，到底他是不是在侮辱英烈？到底背后是什么意思？我这里头我先可以给大家说一下结论啊，莫言这话就是在侮辱革命英烈，就是在侮辱老毛。到回答这个话之前啊，我们首先要讲一讲莫言的经历啊。莫言这个人呢，出生在中国山东啊高密县东北乡啊，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农村。他小时候啊，就赶上了人民公社运动嘛，很小的时候要去到公社里去挣工分，那个劳动啊非常艰苦啊，然后呢也吃不饱肚子啊。我原来就是我们在农村，一直到18岁的时候，就是夏天就是一条短裤。在15岁以前，非常抱歉，没有穿过衣服。15岁的农村男孩，那么现在15岁的男孩都可以当爸爸了，是吧？但是我们当时因为饥饿，因为闭塞，15岁的男孩基本还是一种半吃半带的状态，所以一到夏天，15岁以下的男孩都是一丝不挂的，是吧？这并不是说我们有暴露身体的癖好，而是我们没有衣服可以穿，是吧？所以这个时候我最大的一个梦想就是要千方百计的逃离农村。我当时就认为，我即便是一把金刚石锻造的宝刀，那么在农村这个环境里面也会生锈。他小的时候啊，他有一个非常善良的母亲。他在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仪式上啊，他做演讲的时候，开篇就讲到母亲对他人生的影响。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1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1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1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很好了，你要不要？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的碗里。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1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他在讲他小时候的经历的时候就讲到啊，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他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他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他听。起初他很不耐烦，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的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他，以后每逢吉日，他便不再给我派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他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他听。很快的，我就不满读复述讲说书人讲的故事。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会改变故事的结局。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也会忧心忡忡的，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子，你长大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难道要靠刷贫嘴吃饭吗？”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这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一转眼到了21岁啊，莫言说呢，他去当兵。但是在上个世纪这个70年代
当兵就变成了像我这样的农村青年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的一条出路。因为当兵到了部队，首先可以吃饱，可以穿暖，然后有业余的时间，业余的时间可以读书，是吧？甚至可以在部队里好好表现，去当这个工农兵大学生。如果表现得更好的话，可以被提拔成军官。一旦被提拔成军官，那么就等于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就可以不回农村了。他当兵之后呢，他就喜欢上了写小说，写故事。一开始写的故事呢，这个文学成就也不是很高。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叫什么《夜雨霏霏》，这名字我也记不住了，81年啊。后来呢，他就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在艺术学院里接受到了一个文学创作的训练啊。8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叫《透明的胡萝卜》，引起了文坛的轰动啊。86年的时候，他写了另外一部作品，就叫《红高粱家族》。这篇呢是一个长篇，有5个章回，是以他爷爷和奶奶为背景啊，或者以叙述语态啊写的，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山东高密县啊那么一个农民自发反抗日本侵略的故事啊。这篇小说后来被电影导演张艺谋看中之后呢，改编成了电影《红高粱》。这部《红高粱》呢，后来在柏林电影节获得了一个大奖，这也是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第一次获得的大奖啊。由于这个电影出了名，所以电影和小说互相成就啊，这莫言就一下子也出了名。他从此呢转业之后呢，也就成为了一个专业作家，加入了中国的作家协会啊。后来他又创作了很多作品，比如说《丰乳肥臀》呐、蛙呀等等啊，还包括什么《生死疲劳》啊。那么2012年的时候，莫言就获得了诺贝尔奖。应该说这个诺贝尔奖啊，对他来说也是实至名归啊，确确实实挺了不起的。There were some references amongst other famous legendary authors to Gabriel Garcia Marquez, who Moyen says he has been inspired by. Garcia Marquez, who received the Nobel Prize in 1982. 那么紧接着的问题就是，莫言到底呀，他对老毛是什么态度？或者说他在他的那些作品背后啊，他对那个英烈是一个什么态度？我在这里想讲3件事情，大家可能就能理解啊，莫言到底是怎么想的了，或者说他作品之后究竟想表达什么。第一件事情啊，就是莫言当时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时间里头啊，就有记者问他刘晓波的事情。我对他后来的很多的活动我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现在希望他能够尽早的获得自由，尽早的能够健康的获得他的自由，然后我觉得他完全可以研究他的政治，是吧？应该说，莫言当时的这个回答啊，引起了中国政府的相当大的不满呐。因为中国政府把刘晓波已经抓起来了，谁都知道刘晓波是政治犯呐。但是莫言作为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那你想想这件事情是有点大逆不道啊。所以听说啊，事后不久啊，莫言就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敲打。紧接着他去参加诺贝尔奖的获奖仪式的时候啊，现场就有人问他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刘晓波获的是和平奖，我获的是文学奖，这在中国国内引发的这种效应自然是不一样的。当别人胁迫我要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从来不干的。我该说话了，我自然会说话。When I want to speak, I will speak. 当别人逼着我表态的时候，我是不会表态的。但是我们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来是什么呢？莫言是一个朴素的、具有正义感的人，他知道刘晓波这件事情是因为政治而入狱，那他自己就认为，其实因为政治而获刑这件事情不符合现代原则。他说，刘晓波出来之后可以继续搞他那些政治研究吗？也就是他认为刘晓波的问题应该是学术范围内解决，而不应该通过刑法来解决，不应该惩罚刘晓波作为一个思想犯，而是应该让他放到一个言论自由的范围内去表达。所以我觉得莫言真的蛮了不起的。虽然他在诺贝尔奖获得那个现场啊，他不愿意继续澄清这件事情，或者再次表达。其实我自己的看法是，很多西方记者要求莫言再次重复他的观点，也有点不地道。因为你让他再重复一遍，也许他回国之后会受到更大的麻烦嘛。
当时海外的法轮功媒体还说莫言没有重复这个话，还令人失望。所以我就说这些人是没有同理之心。莫言当时第一时间下意识地表达了对刘晓波的支持，我认为已经很了不起了。你不能太苛责这个人，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件事情就是毛泽东故居这件事情。其实毛泽东故居这件事情显而易见其实就是莫言。那王斌呢，虽然自己出于保护莫言的这样的一个理由也就是毛星火向他询问的时候，他否认了，他说我没跟你说这是莫言你别瞎讲但实际上明眼人都知道那个就是莫言。当然这你也可以看出来国内现在这样的一个政治氛围舆论环境大家都害怕，包括像莫言这样的人也害怕但是我想莫言为什么对老毛这么讨厌呢？其实这也不奇怪，大家可以看莫言的回忆录，包括他的演讲，他讲到中国农村的悲苦生活。1949年之后有非常残酷的、严格的这种阶级成分的划分，然后紧接着就有非常残酷的这种阶级斗争。那么这种阶级成分、阶级斗争，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有非常大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个当一个孩子他的家庭出身不好的时候，那么这个孩子的前途基本就被决定了因为大家也可能不太理解，像这种大陆这种城市和乡村、农业和非农业人口之间这种巨大的差别。那么这种差别在我的心目中，那就是天堂跟地狱的差别，是吧？一个人如果生活在城市，一个人如果他吃的是商品粮，他是城镇户口，那么他就是一生都会有保障，他就不会因为天灾人祸，是吧，而没有吃的、没有穿的。而我们这种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那么一切实际上都靠地里的庄稼如果地里的庄稼不丰收，那我们就要饿肚子。那么政府对我们的帮助是微乎其微的，实际上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那这种非常悲苦的生活哪儿来的呢？那其实就是毛泽东搞的嘛。所以他对毛泽东当年所搞的那一系列的所有的政策，包括城市对农村的歧视，包括在农村社会里头搞那种集体农庄，然后呢泯灭人性的那种管理方式，他是非常厌恶的。所以他到毛泽东故居里头说他想在毛泽东床上撒一泡尿，我觉得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情感。这第二个。第三个实际上就是他的文学作品中间的表现文学作品他写了很多部，比如说蛙是他获奖的作品也包括丰乳肥臀也包括这个红高粱那么关于他这个文学作品里头到底是怎么描写的八路军，描写的这个日本鬼子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原著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作品本身确实他不是按照过去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那样去写作的。对于他的这个作品的分析，我觉得香港的徐子东教授分析的特别好。中国现代的历史最典型的就是中国为什么要有共产党，为什么会有今天的革命。50年代有3部最重要的作品奠定了整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一部叫《红日》，一个叫《红岩》，一个叫《红旗谱》。他把所有中国农村社会的各种东西力量分成6个基本原色。哪6个原色呢？穷人、富人，这是经济上；文化上呢，是乡绅跟乡村教学的老师，这是一组对立关系。政治上呢，就是国民党、政府跟共产党游击队。那么这6个力量它是怎么组合的呢？大家想想看，它的组合关系是怎么样？穷人经过乡村老师的唤醒，最后参加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富人在乡村祠堂的旗号下得到了国民党的帮助，巩固了他的权利。但这个模式就在莫言他们这个时期被颠覆了。红高粱颠覆就是在这6个因素里边，他颠覆方法是怎么样？他加上了第7个，那个第7个是什么？
就是匪，土匪。大家知道，最后打走日本人的是土匪。打完了以后，冷支队长出现了。冷支队长是什么？是国民党正规军。那个于占鳌就说：“你们怎么现在才到啊？”啊，把国民党颠覆掉了。那共产党在哪里呢？共产党里边有红高粱里边有一个共产党叫仁复官，你们要小心读的话，这个仁复官啊，体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改造土匪为现代军队。这个模式啊，在共产党的文学里边是一直出现的。基本上，但是仁复官在红高粱里也是这个作用。大家记得，他于占鳌的叔叔强奸了一个民女。现在强奸民女的是什么？是司令的叔叔，那怎么办呢？要不要枪毙呢？结果仁复官跑去跟于司令说应该枪毙。结果于占鳌就跑去把枪交给他叔叔，你自己。结果他叔叔自己打死自己。这一个举动是把土匪变成不是土匪，但是这个副官并没有善终，他没有像其他的共产党这样最后把这支队伍改造的怎么领导。他擦枪的时候啊，自己打死了。这个非常有象征性，这共产党擦枪自己打死。那么这个就实际上是对整个共产党的历史决定论的文学创造的方式的一个颠覆。当然，这种颠覆不仅仅是红高粱，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作品涉及到历史主义题材的全都如此。你比如说陈忠实写的《白鹿原》也是如此啊，对吧？那个里头你也看不到那三对矛盾的，那实际上是他另外一套传统中国叙事的那样一个矛盾。那么这些作品的出现，相当程度上就颠覆了共产党的那样一个叙述体系。那这套叙事体系意味着什么？说白了，这不就是侮辱英烈吗？说白了，不就是颠覆共产党的整个历史叙事逻辑吗？那说是反动不反动？肯定是反动了。当然那个时代啊，因为思想比较解放，所以呢，莫言呢、陈忠实这些作品呢，其实还被当作是文学的非常了不起的作品的广为传播。你要知道，上个世纪80、9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啊，思想最为解放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邓小平这批共产党的管理者也是以颠覆毛泽东那个时代那样的一个叙事逻辑走上了历史舞台，获得了权力嘛，所以他跟民间社会达成了某种妥协。所以当时的政府管理者并没有认为这种叙事逻辑本身有什么问题，相反呢，还获得了褒奖。这其实就是在我看来，莫言他这个文学叙事背后过程中间的真实的那样的一个叙事语态啊。当然了，莫言啊，他自己在讲他自己文学创作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他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于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但是我理解啊，其实对于共产党的叙事体系来讲，你如果想用人性超越意识形态的话，超越政治的话，你本身你就冒犯了革命英烈。你想想，革命英烈都是大公无私的，勇往直前的，没有任何自己私利的。那如果你把它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那你岂不就是对革命英烈的侮辱吗？所以啊，其实啊，莫言啊，他的这个所谓的侮辱英烈啊，不是他个人的错误，而是时代的错误。就是他在80年代创作的时候，那个时代给予了他这样的一个自由。但是呢，当我们这个时代走到了新世纪的20年代的时候啊，这个自由没有了。所以当年成为他荣誉的这个作品啊，今天呢，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成为了罪状。所以啊，我今天就要讲，我们没有必要回避这个问题。莫言就是侮辱了革命英烈，就是侮辱了毛泽东。毛星火起诉他，如果按照中国的法律，还真的就有道理。但是这实际上是把这样一个现实的荒谬性啊，呈现到了我们的法律和社会层面上了。
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给中国带来了荣誉的作家。他就是否定了毛泽东，他就是否定了当年的那套历史叙事。你现在怎么面对的？我觉得莫言事件中间其实最有价值的问题，就是我今天提出的问题。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回避这个话题。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明天继续聊这个话题。我们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拯救中国文化，守护祖国和人民，一定会被载入史册。我原来就是我们在农村，一直到18岁的时候，就是夏天就是一条短裤。在15岁以前，非常抱歉，没有穿过衣服。所以这个时候，我最大的一个梦想就是要千方百计的逃离农村。我当时就认为，我即便是一把金刚石锻造的宝刀，那么在农村这个环境里面也会生锈。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他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于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